自首，我杀了人。走，快走。姓名：段洪山，出生年月日：1978年1月29日，住址：五原市语言区幸福里小区，职业：检察官。哎，检察官都成了杀人犯了，那我们还能信谁呀？新闻上不是说了吗？这个检察官之前就办了很多有争议的案子。我表弟就是他办的，当时我们家就觉得他判的不公平。我跟你们说呀，这人家可是专业的，你们看着吧。别看他现在什么表情都没有，就是为了不给别人留下把柄。可不是嘛。不信你们看看，用不了2天，人家是大摇大摆出来了。哎，看我，看这儿，看我一眼啊！哎，本台消息，我市检察官段某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自首，称自己犯下杀人罪行。警方迅速行动，对案件展开深入调查。爸爸，下周有一个小升初的面试，家长必须去。周5行不？周五上午有一场联席会。我请个假行吗？您说呢？周六行吗？爸，你就是个主任，可人家是老师，不归你管。人家周6日也不上班的呀。兰姐、丁一，给我想想办法。拒绝你的人不是我啊！我给你看啊，是他们2个人。洋洋，哎，我想想啊，下周1上午得约谈一个当事人，下午还得出个庭。周2也有一场联席会，也占着时间呢。周三应该可以。哎，不过莹莹，你下次得叫一哥，你别老丁一的啊。说死了就周3。好，说好了。嗯。拜拜，爸爸。拜。嗯。你们仨呀，把我时间全给安排。快点，我们要迟到了。别催。死者名叫张元，32岁，嫌疑人江婷，31岁，2人是夫妻，目前正处于分居状态。江婷提出离婚，张元一直不同意。离婚原因是张元家庭暴力。4月17号，张元提前下班去买了一把剔骨尖刀，构成凶器的那种。吃过晚饭后才来到江婷家。这台洗衣机的快洗模式是28分钟，法医鉴定的张元死亡时间是晚上10点40分。我对过电表，这与江婷的供词一致。您是领导啊？哎，你们警察什么时候才能？阿姨，我们是警察，不是警察。哦。哎，听我给您说，一般发生刑事案件之后，公安机关结束了他们的侦查，会把案子移交给我们。我们完成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的审查核定之后，确定构成犯罪的，我们会依法追诉的。你说我家怎么把房子就租给了杀人犯呢？这谁看得出来呀？还那么瘦弱一女的，还抱个孩子，7、8刀哎，这下手也忒狠了。你说捅完还往外晾衣服，我这房子不就全会？您别着急，江婷到底是不是杀人犯，您说了不算，法律说了算。
五原三中啊。啊？张元和江婷全都是五原三中毕业。都是三中的，还过得这么不好。哎，小兰。啊。你几中的？这跟这案子有关吗？也许有关，也许没关系。狂者东走，追的人也往东走，方向相同，性质不同。啥意思？咱们还是老规矩啊，自己立场别带进去。嗯。我主张正当防卫。我同意是故意杀人。段主任来了。现在都忘了吧？江婷，你对张元有多恨？为什么会连刺他7刀？第1刀刺下去的时候，他应该就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，为什么会又刺6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刺7刀。警察不会说谎，他一定是真的。我要是只刺1刀就好了，只刺1刀，我就是正当防卫，对吗？那他要是没死，爬起来杀了我呢？在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故之后，你第一时间拨打了120以及110报警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你为什么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晾在了阳台上？洗衣服需要28分钟，就在这28分钟的时间里，我的人生一下子脱轨了，撞进了泥坑里。那一刻，我就是想把洗好的衣服晾干，衣服干净了，我的人生也就能回到以前了。我看了之前的笔录，你曾经说过，张元觉得晚饭不是你做的，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做芦笋从不削皮。”张元闯进你家之前，家里来过别人吗？没人。你是不是又落什么东西了？看谁呢？谁？那一刻，我整个人是懵的。哎，坐呀，愣着干嘛呀？坐下，坐下。我晾下衣服。啊。家里有人来过吧？有没有人来过，跟你没有关系了，是吧？现在还会顶嘴了？你答应过我的事，说话算数的，对吧？
我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，我们好聚好散不行吗？哎呀，什么时候还学会养鱼了？那算了。哪个朋友啊？啊？你不认识？新朋友？叫他过来，一块吃顿饭不就认识了吗？这芦笋做的好吃啊，可惜不是你做的。你做芦笋从来不会削皮。来，一块吃。我他妈让你过来！张元生性多疑，看见只公鸡都觉得能给他戴绿帽子。他只要想打我，什么都能成为理由。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。对，就是想跟你好好吃一顿。哎，还没吃过呢是吧？来尝尝，尝尝好不好吃？你吃过他做的吗？尝一口啊！来呀，吃一下啊！啊，没吃过他做的饭吗？尝一口啊！他妈个婊子！他妈的背着老子找男人是不是？你过来，我杀了你，信不信？我他妈还敢拿刀了是不是啊？跑啊你！杀我呀！你过来。谢谢我。哎，今天就是要杀了你！娜娜，你敢动！正当防卫的法条，就那么短短的几行字。法条很明白，可我越看越复杂，越看越不明白，更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罪了。我没抓住我的过去，更看不清我的未来了。你们判我杀人也好，把我关进监狱也行，可谁能告诉我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我不反击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孩子有我妈在照顾，我没什么可担心的。可是鱼没有人照顾，就死了。段主任，您能帮我照看吗？再不然，就把他放回我家。快点！把那凳子站起来！来，下站了！还有人吗？出来帮忙站一下！快点！帮忙！快！段主任回来了。哎，段主任，咱们什么时候搬到新楼里？还得1个月吧。大家动作快点！把那箱子先放里边去。段主任，哎，段主任，这鱼缸放哪儿啊？要不然被风刮散了。给我吧，你们先回吧。好。
你说你啊，这鱼人家让你养，你拿到我这儿，怎么？你是觉得我天天在办？你慢点儿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觉得我天天在办公室都闲着？这不是最近您忙着收拾东西，在办公室待的时间长吗？您老要是容不下他，一会儿把鱼给送回去，好吧？放这儿吧。哎，我说，江婷这案子呀，这个案子呢既特殊，又还很复杂。你说说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来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喝口水。啊，我正在想呢，没想好。您怎么想？你别套我话。既然你没想好，哎，那这样吧，咱们还是集思广益，把大家都招来，开个联席会议，把这司法的观点啊相互交流一下。天理国法、人情，这一个优秀的检察官啊，要学会在这三者之间权衡，以得到最优的判断。我认为是防卫过当，因为呢，这个第一刀还可以算是正当防卫，后面的6刀就只能算过当了。因为后面6刀从防卫的时机、手段、强度、损害后果等情节来看，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，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害，应属防卫过当。中庸，本案的焦点恐怕是动机问题。7刀啊，满地的血，救护车到的时候血都流干了，这不是故意杀人，那什么叫故意杀人呢？人在应急的时候，他的反射弧有多长？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往往在7、8秒之间。7、8秒啊，别人向我扔过来一个杯子，我都来不及反应是接呀还是躲。那一刻的行为都是本能，绝对不会是故意杀人。所以我赞同黄检的观点，防卫过当，并且应当适度减免刑罚。他持刀反击，退到阳台，是不是江婷当时能做出最佳的选择？他为什么不往门外跑？所以在这个环节我存疑，我觉得性质上是故意杀人。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啊！我觉得刚才我们大家呢，在正当防卫的及时性上探讨的很多，但是对它的危险性认识不足。据我们的走访调查，江婷所面对的危险，不只是发生在2023年4月17日晚上那短短的半小时，而是在她和张元结婚3年的时间，一直在持续的发生，并且在他们2个人分居之后不断的加剧。除了罗姐之外啊，在座的咱们都是男性。一名男性闯入你的家中，拿着刀，把你逼到了阳台之上。当时你有3个选择：第一，被他杀死；第二，你跳下阳台，生死未卜；第三，持刀反击。你们怎么选？基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，江婷案，我更倾向于正当防卫。段主任，你这是铁了心了呀！段主任的经验丰富，我们就是想拦，他也拦不住啊。龚姐，有目击者，目击者的名字叫梅征，是海洋馆的工作人员。目击者。雪明，梅征，那天晚上睡不着，在网上闲逛，无意中看向窗外，当时四周都是一片漆黑，就他家的灯是亮着的。我的视力特别好，我能看到男人拿着刀，女人也拿着刀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报警，可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男人的刀马上就要刺到他了。
我的手电光晃在他的眼睛上，那一刻他停住了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女人拿起了手里的刀，朝他刺过去。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报警？我不太懂法，毕竟死了人，我不知道我手电那一下会不会把我卷进这个案子里。那你为什么现在又选择站出来呢？我看到媒体上说了他的故事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怜。但是在江婷的供述中，可并没有提到那束光啊。也许他想保护一下那个帮助过他的人。你用的是什么手电啊？能照那么远？哎，这个楼间距是多少？现场报告写的是60米。60米。嗯。那正眼有问题啊！手电我们都用过，也就能照个10几米，它有那么强的光，能穿透60米，还能晃凶手的眼睛。他用的这个好像是潜水手电，是能在海底使用的。海底下没有什么光，这种手电照样能照出近100米远。如果证言属实，那段主任判断正当防卫的可能性就很大了。洪晨，你还记得你之前办过的那个案子吗？14年前，也是士官防卫过当的，有没有想过拿出来对比一下？全体起立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4条、第20条第2款之规定，被告人李沐风犯故意伤害罪，处刑4年。洪战，大家的参考都交给你了，最后如何来判断，可就要看你这个主办的检察官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各位今天给我的看法还有建议。既然已经出现了新的证人证言，那我先去落实一下它的真实性。你主办，你定。段主任14年前到底查的什么案子啊？14年前我也还没院里呢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就问问，学习学习嘛。我只听说，当时他们办完这个案子没过多久，段主任和雷大小姐就结婚了。那他们后来为什么离婚呀？这种事儿段主任不说，雷大小姐也不会说，那我怎么知道？有了，看看这个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，看看怎么判的。防卫过当。图书馆，雷征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检务督察办公室。段洪山与14年前自己案子的当事人梅征走得很近，多年来一直有来往。14年后，
又与梅正和江婷合谋杀人，利用职务之便轻判江婷，会给江婷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无罪释放。那小伙子跑到对面，他能看到啥呀？他拿着手电呢。要是这么大的雨都能照到这儿，就说明证言是真的。哦，哎，那江婷什么放回来？哎，阿姨啊，这案子还没定论呢，我去看看他跑到哪了。哎，这才过几天啊，就下这么大雨。要是案发当天也下这么大雨，梅珍没看见江婷。可能死的就是江婷了，或者可能就没有目击证人了。梅征他们家在 B 栋的5单元，14层，那位置应该差不多就是。要是能晃到江源，应该那个位置。那小子跑得还挺快的，你跟他说一声啊，别就晃一下，多晃一晃。嗯。哎，喂，丁一，老大夸你了，说你跑得挺快。哦，对，你别只晃一下，你多晃几下。什么？我没到呢还？不是丁一晃的。丁一啊，你别去14层，再往上爬2层，15层或者16层楼道通风窗。你过去看一眼，有谁在那儿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秦晋，昨天晚上我们又去了一趟江婷家。我让小丁到对面的楼上试了一下，潜水手电光确实能照过来，而且还挺刺眼的。梅征的证词在这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先别忙，我来给你介绍个人。小芳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院的第1检察部主任段洪山。这位呢是省院下来的。任咱们院的副检察长，方林渊。哦，你好，初次见面。昨天已经见过了。我也去了案发现场，15楼楼道。虽然有60米的距离，但这些角度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，梅征说的没错，他的手电的确可以照到对面。方副检察长可是个仔细的人呐。省院派人过来。是觉得江婷的案子有问题？直接定性成正当防卫，是不是草率了？张元当时是持刀闯入江婷家中，已经构成了不法侵害。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，再加上证人的证词，出于情理还有法理。就眼下而言，正当防卫是相对妥当的判断。我想请教一下段主任，张元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，江婷还要继续补刀，那是不是对张元生命的侵害呢？方副检察长来得及，可能没看清楚。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张元当时持刀将江婷逼上了阳台。江婷在那种危急关头已经无法进行一个理智的判断，所以接下来的几刀也是为了防止张元进行进一步的侵害，应当视为正当行为。我不这么认为，不了解真相的全貌，不能什么都归到正当防卫上。那方副检察长是认为这起案件是一起故意谋杀吗？咱们只是私下议论，你们2个别太较真了。
来帮我抬一下。您别这么紧张，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彼此。针对一件案情的探讨，是2名检察官之间沟通的捷径，比故意杀人更严重。我有一个假设，江婷家曾经出现过一个第三者，这个第三者虽然没有在行凶现场，但不代表他没有干预过这个凶杀案。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很了解法律的人，并利用了正当防卫这个条款，设计出了一整套的谋杀。谋杀？对，谋杀。那就算如你所说，真的有这个人，他又怎么保证江婷一定能杀死张元呢？还是你怀疑梅珍和江婷早就串通在一起了？也许是梅珍，也许另有其人。这个结论又从何而来呢？江婷和梅珍都曾与同一案件有牵连。2009年6月28日，2名男生在五原图书馆互殴，一名男生持刀刺伤了另一名男生，导致该男生失血过多身亡。当时案件的焦点就是，这算不算正当防卫？江婷和梅珍都是这个案件的证人，他们早就认识了，也都了解正当防卫这个法案。而当时这个案件的主办检察官就是段宏山。段宏山与14年前自己案子的当事人梅珍走得很近，多年来一直有来往。14年后又与梅珍和江婷合谋杀人，利用职务之便轻判江婷，会给江婷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无罪释放。以上，从我有一个假设开始，都是对您的举报内容。伤痛，虽不知道如何安慰，但陪伴或许有用。只愿此刻风和世界能带走你的迷雾，我依然在你左右，像星光守着夜空。曾想靠近，怕太过用力，让你更难平静，不去打扰你的沉默，只紧紧守候。